欧洲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大陆，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自然之美与人类历史的交汇之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藏匿着无数令人陶醉的美景，每一处都宛如一幅艺术品，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和人类文明的辉煌。欧洲是一个承载着悠久历史的大陆，每一座城市都是时间的见证者。从雅典的卫城到罗马的斗兽场，从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到伦敦的大本钟，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文明的瑰宝，每一块古老的街石都沉淀着沧桑岁月。这里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是艺术、哲学、科学的发源地，更是故事和传说的源泉。欧洲不仅仅是历史的博物馆，它还是大自然的花园。从北欧的峡湾到地中海的沿岸，从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到英格兰的草原，欧洲的自然风光如诗如画。湖光山色，森林深邃，河流蜿蜒，无不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在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塑造了一处又一处美轮美奂的风景。新视野将分成几期视频，为大家呈现欧洲最美的地方，展示这片土地的独特之处。我们将一同踏上一场视觉和心灵的旅程，领略欧洲最美的风景，感悟那份宁静与壮丽。多洛米蒂山位于意大利北部，是阿尔卑斯山脉的一部分，以其独特的锯齿状岩层而闻名。3000米以上的山峰多达18座之多，以其独特的地质构造、壮观的山峰、多变的地形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而闻名，构成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是户外活动的天堂，也是迷人的旅游胜地，吸引着全球各地的游客前来欣赏。多洛米蒂山在2.5亿年前曾安静地躺在海底，7000万年前浮出水面，在那以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地质宝库，化石数目尤其丰富。多洛米蒂山的地形多种多样，包括陡峭的峰顶、悬崖峭壁、深邃的峡谷和广阔的高山草甸。这些多变的地形创造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自然画布，吸引着摄影师和艺术家。山脉的岩石主要由含有碳酸钙的多洛米蒂岩组成，这种岩石在日出和日落时呈现出令人惊艳的红、橙、粉红等色彩，营造出壮丽的景色，被人们称为多洛米蒂红。这种独特的岩石构造为整个山脉增添了独特的视觉吸引力。山脉在不同的季节展现出不同的美丽。夏季，绿草如茵，鲜花盛开，是徒步旅行和攀岩的理想季节。而冬季，白雪皑皑的山峰成为滑雪者的天堂，呈现出一幅银装素裹的冬日风光。多洛米蒂山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部分原因是其独特的生态系统。这里栖息着各种野生动植物，包括石羚、马鹿、金雕等，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贡献。圣托里尼是希腊爱琴海中的一座美丽的岛屿，岛上建筑蓝白相间，衬以蔚蓝大海，美不胜收。3600多年前，这里发生了一次数千年来最猛烈的火山爆发，留下了一个大火山口和数百米厚的火山灰，这可能也间接造成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消亡。
圣托里尼经过了100年历史与自然的冲刷洗礼，火山的喷薄爆发形成了这座新月牙形岛屿。如今，岛上天然景观令人啧舌惊叹，希腊的万千风情齐聚一身，自然令人心驰神往。你可以在度假村内的无边泳池欣赏无际海景，这里可是休闲放松的好地方。每间套房都可以通向超大露台，配有私人泳池或热水浴缸，也可以休憩小坐，欣赏圣托里尼闻名于世的落日美景。夜幕将至，来到酒廊或鸡尾酒吧喝上一杯，在微醺中酣甜入睡。爱琴海的湛蓝波光温柔环绕，海面下的火山口隐隐可见，古老的岛屿坐拥一望无际的绝佳视野。这里是世界上观赏日落最美的地方，每天傍晚，游客会聚集在高处，欣赏太阳在爱琴海的水平线上缓缓下沉的壮丽景象。圣托里尼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壮丽的日落、古老的遗址和美丽的海滩而成为希腊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里是摄影家的天堂，艺术家的聚集地，旅游者的圣地，幸福情侣的蜜月首选。威尼斯是欧洲最浪漫的度假胜地之一，拥有安静的运河、数百年历史的建筑和桥梁、迷人的鹅卵石小巷，融合了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从18世纪开始，旅游业就成为威尼斯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威尼斯以其美丽独特的城市景观、丰富的音乐和文化艺术而成为旅游胜地。19世纪，威尼斯成为富人和名人的时尚中心，他们经常在达涅利酒店和弗洛里安咖啡馆等豪华场所下榻和用餐。20世纪80年代，被废除的威尼斯狂欢节再度兴起，并以其精美的服装和面具而闻名于世。此外，著名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国际上最古老的威尼斯电影节也在此举行，以戏剧、文化、电影、艺术和音乐作品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一旦你来到这座水上城市，令人惊叹的大运河很快就会映入眼帘。你会看到水上出租车沿着海岸行驶，从赤脚桥下经过，可能会听到隐隐约约的小提琴小夜曲的声音。浪漫的贡多拉载着热恋中的情侣在水上航行，听贡多拉船夫哼唱的歌曲。威尼斯建在一个由118个岛屿组成的群岛上，由177条水道上的400座桥梁交织而成。由于城市的历史原因，旧市区街道狭窄，运河取代了公路的功能，主要的交通模式是步行与水上交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汽车的城市，这在21世纪的今天是相当独特的。迷宫般的岛屿使威尼斯成为斑驳美丽的彩色天堂，来到这个梦幻般的城市会让你流连忘返。挪威拥有1000多个峡湾，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大多位于挪威西海岸，如纳柔伊峡湾、松恩峡湾、吕瑟峡湾和盖朗厄尔峡湾，它们的身影常常出现在明信片上。挪威鬼斧神工的峡湾崎岖险峻，有着动人心魄的魅力。在冰河时期，北欧大陆被3000米厚的冰层所覆盖，在冰川的侵蚀作用下，将大陆撕裂，便形成了这里 U 型和 V 型的山谷。这里有着最原始的自然景色，常年白雪封顶的山峰、飞泻的瀑布、茂密的树林，以及出现在晴朗星空的北极光。
峡湾看起来与蓝色的湖泊非常相似，但峡湾中的水却是咸的，因为其水源于大海。大部分峡湾都延伸到内陆地区，两岸山崖耸立，冰川之水从近乎垂直的山坡上飞流直下，形成动人心魄、声势浩大的瀑布。虽然峡湾通常纵横交错，您可以乘船在峡湾间往来，还可以从峡湾进入大海。峡湾之旅会让您感觉似乎置身于世外桃源。峡湾之所以能够鹤立鸡群，成为挪威最重要的象征，正是因为它能够勾起人们独特的回忆。与其他景色不同，峡湾及其周边地区会让人们不禁回想到挪威旧日的时光。那时，人们在极其陡峭的山坡上和岩石间辛苦耕种。那时，人们从枝繁叶茂的果树上摘取果实。说到浪漫之都，巴黎是每对情侣的必游之地。从著名的卢浮宫到奥赛博物馆，巴黎拥有数不胜数的博物馆和古迹。这座城市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它的美涵盖了其独特的文化、历史、建筑和艺术等多方面因素。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博物馆之一，收藏了无数珍贵的艺术品，包括蒙娜丽莎等举世闻名的作品。同时，巴黎也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丰富的历史而闻名。埃菲尔铁塔、巴黎圣母院、凯旋门等标志性建筑成为城市的象征。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也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风格和文化。巴黎常常被描述为浪漫之都，其街头巷尾、花园和桥梁都散发着浪漫的气息，成为许多情侣梦幻之地。巴黎也是世界美食之都，拥有许多享有盛誉的餐厅、面包店和咖啡馆。法国烹饪被视为一种艺术，巴黎的美食文化吸引着世界各地的食客。巴黎也是时尚之都，每年的时装周吸引着全球时尚界的目光。巴黎的城市规划以及城市内的园林，使其成为宜人的居住地。塞纳河贯穿城市，沿岸有许多美丽的建筑和景点。城市内的蒙马特高地、卢森堡花园为人们提供了宁静的休闲场所。巴黎之美体现在其独特的文化氛围、丰富的历史底蕴、标志性的建筑和浪漫的气氛中。这些元素共同营造出一座令人陶醉的城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领略其独特的魅力。马略卡岛位于地中海西部，是西班牙东海岸最大的岛屿群，也是巴利阿里群岛中最多样化的岛屿。以其美丽的海滩、悠久的历史、宜人的气候和多样的自然景观而闻名。跟我来这个宁静之岛，那里男人从不匆忙，女人永不衰老。那里的美景再怎样形容也不过分。那里终日阳光灿烂，就连月亮也是缓缓升起，迟迟移动。西班牙著名画家、作家圣地亚哥·鲁西尼奥尔是这样形容马略卡岛的：马略卡岛的海滩构成了一幅令人陶醉的画面，蔚蓝的地中海水域与金色的沙滩相互交融，勾勒出一片宛如仙境的度假胜地。在岛上，每个海滩都有其独特的景色，为游客带来丰富多彩的体验。沿着海岸线延伸的细腻金黄沙滩和温暖的海水构成了宜人的海滨风光。这里沙滩辽阔，海浪平静，沐浴在阳光下，形成了悠闲的度假氛围。巨大的岩石在海水冲刷下形成了天然的屏障，使得这片沙滩宛如隐秘的天堂，
让人仿佛穿越到了未被打扰的大自然中。帕尔马是马略卡岛的首府和最大城市，是马略卡岛上一个富有活力的城市。这个城市繁荣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期，曾是马略卡王国的首都。城市融合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生活，吸引着游客探索其古老的街巷，参观博物馆，欣赏建筑。马略卡岛的海滩，无论是金色的沙滩、清澈的海水，还是周边的自然风光，都交织出一幅充满活力和宁静的画卷，成为人们梦寐以求的度假胜地。罗马是世界最著名且最具历史价值的城市之一。作为古罗马帝国的心脏，这里充满了古老的建筑、博物馆、艺术品和文化遗产。罗马是世界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地中海文明的重要源头和古罗马文明发祥地，建成历史悠久，可考的城市历史长达2800多年。自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初的1300余年内，罗马一直是罗马王国、罗马共和国、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的首都，是罗马文明中心。此后的8世纪成为教皇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首都，一直持续到1870年。公元前1世纪，罗马诗人提布鲁斯首次将罗马称为永恒之城。罗马拥有众多古代遗址，包括罗马广场、图拉真市场、图拉真广场、斗兽场和万神殿等等。罗马斗兽场可以说是罗马最具标志性的考古遗址之一，被视为世界奇迹。城市及郊区保存大量古迹。罗马与佛罗伦萨同为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心。自尼格老五世以来，几乎所有教皇都在罗马内追求连续的建筑和城市规划，使这座城市成为世界艺术和文化中心。同时，这里也是巴洛克艺术和新古典主义发源地，很多著名艺术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都将罗马作为他们活动的中心。罗马这座由7座山组成的城市，有着一个神话般的起源。无论是附近梵蒂冈城的神秘，还是罗马斗兽场的鬼魂，纳沃纳广场的午后咖啡，还是小餐馆里一盘堆积如山的意大利面，罗马都会让你着迷。阿姆斯特丹坐落在阿姆斯特尔河的三角洲地带，以其独特的运河系统、自行车文化、艺术氛围和开放的社会风格而闻名。同时，也因城市大量的运河景观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阿姆斯特丹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时的渔村，人们曾在附近阿姆斯特尔河上建筑水坝，阿姆斯特丹就得名于此。原来的名字 Amstory Dam 意指阿姆斯特尔水坝。17世纪是阿姆斯特丹历史上的黄金时代。阿姆斯特丹是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和银行业中心。如今，阿姆斯特丹因其令人印象深刻的运河系统而被誉为北方威尼斯，有165条人工开凿的运河水道，以及1000余座桥梁。这些运河在整个城市中交织纵横，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景观。天气好的时候，沿河的建筑、花园风景如画。运河就是这个城市的血液，为其源源不断地注入活力。河边有最美丽的城市风景，因此乘游船变成了游览阿姆斯特丹的必选项目。这座城市还以其夜生活和文化活动而闻名，其数家夜总会也跻身世界最著名的夜总会之列。
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自行车友好的城市，被誉为全球自行车之都。居民和游客经常选择骑自行车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因此城市的道路和桥梁都配有专用的自行车道。阿姆斯特丹也是世界上最具多元文化的城市之一，有至少177个民族居住于此。这座城市以独特的风景、文化活力和自由的氛围而吸引着游客，成为全球备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加那利群岛位于摩洛哥西100公里处，是西班牙的一族火山群岛。加那利群岛是欧盟特别领域中的外延地区，也是西班牙政府认可的8个具有历史国家地位的地区之一。如同西班牙另外2个位于非洲大陆的自治市休达和梅利利亚一样，加那利群岛也位于非洲板块上。加那利群岛由7个主要岛屿组成，从大到小分别是特内里费岛、富埃特文图拉岛、大加那利岛、兰萨罗特岛、拉帕尔马岛、哥梅拉岛和埃尔耶罗岛。这里四季如春，年平均气温为23摄氏度，有绵延1500公里的海岸线、优质的沙滩以及完备的海上运动和娱乐设施。由火山、森林和众多类别的壮丽美景所组成的亚热带异国自然风光，为这片土地提供了优质的旅游资源，也因此吸引了英国、德国等众多欧洲国家的游客来此度假。加那利群岛是欧洲冬季度假胜地，台湾作家三毛与荷西曾在这里居住多年，他们选择了远离市区的一处住宅，在这里他们度过了幸福的几年。他的名篇《温柔的夜》和《哭泣的骆驼》就写作于这一时期。这是一片黑色平滑的火山沙砾打造的乐园，300个火山口遍布全岛，宁静庄严如同月球，和风轻轻地刮过平原。山不高，一个连着一个，它是超现实画派中的梦境，没有人为的装饰，它正向人呈现了一个荒凉诗意的梦，这是十分文学的梦，渺茫孤寂，不似在人间。人们说，加那利群岛是海和火山爱情的结晶，到了这里就会明白这句话的真意。这里也是世界上最佳的观星地点，夜空晴朗，星光熠熠，一年中可进行天文观测的时间长。加那利群岛也是欧洲著名的阳光胜地，气候温和，风光旖旎，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使得这里成为旅行的天堂。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有句名言，在所有知识分子中，你找不到一个愿意离开伦敦的人。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他就厌倦了生活，因为伦敦有生活所能提供的一切。约翰逊时代已经过去了2个多世纪，但他的话仍然是正确的。伦敦的生活充满活力，人们发现一次游览不足以体验这座拥有2000年历史的城市。伦敦以其悠久的历史、斑斓的色彩、雄伟的风姿矗立于世界名城之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既是世界领先的全球城市，也是国际文化、音乐、教育、时尚、政治、金融和贸易的中心，是全世界博物馆、图书馆、电影院、戏剧院、体育场和5星级酒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伦敦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大都市，其居民来自世界各地，具有多元的种族、宗教和文化。在大伦敦地区内使用的语言就超过300种。在1831年至1925年间，曾是世界最大的城市。
伦敦也是全球访问量最多的城市，拥有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地铁是全球最古老的。伦敦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是不列颠历代王朝建都的地方，这里的名胜古迹和现代化建筑多姿多彩，美不胜收。同时，它也是个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热闹城市，很多建筑物都是维多利亚时代的遗物。泰晤士河是伦敦的生命线，绵延300多公里，两岸风景秀丽。28座建筑风格不同的桥梁把泰晤士河两岸连成一片。滑铁卢大桥是英国人为纪念威灵顿将军击败拿破仑而命名的。最漂亮的大桥是伦敦塔桥，这座塔桥风格独特，气势磅礴，在2个巨大的桥墩上建有5层楼的高塔。英国最大的钟大本钟，其建筑1859年落成，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准确的4面报时钟。伦敦是一个迷人的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无论你想了解英国的历史，体验世界一流的文化，还是享受热闹的夜生活，伦敦都能满足你的需求。感谢您与我们一同踏上这段奇妙之旅，欢迎您再次与我们相约，发现更多欧洲最美的地方。愿这段旅程会留存在您的心中，成为激发您对世界无限好奇的源泉。让我们怀揣着这份美好，继续探索，继续发现，在旅途中找到生活的更多意义。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